得罪了当朝相国还想活？李大少爷，慢慢在这冰天雪地里等死吧，明早本官再来替你们收尸。韩少爷，最后一口粮被差役抢走了，零下30度啊！外面还有杀人不眨眼的蛮子，咱们李家30多口老弱病残，今晚全要死在这鬼门关了！老夫，挪开你的脚！这黑漆漆的石头，极品露天无烟煤，外面还有几百个身高1米9的蛮族壮汉，不要采矿证的露天矿，外加免费送上门的极品牛马，都特么别写遗书了，抄家伙！今天本总裁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集中供暖，什么叫3班倒的打工魂。走，都他娘的走快点儿！这破地方严寒刺骨，实在扛不住。差爷开恩呐！这是我们李家最后半袋口粮了，没这口粮，我们全家30多口老弱病残，今天晚上绝对熬不过去呀！求求您大发慈悲吧！大发慈悲？呸！老东西，你还以为你们是京城里那个拳拳朝野的李家呢？你们得罪了当朝相国，被流放这幽州鬼门关，皇上就没打算让你们活着回去。前面的废弃卫所就是你们的坟墓。李凡那个废物大少爷呢？只怕已经吓得尿裤子，冻成冰雕了吧！弟兄们，咱们走，留在这儿陪这群死人挨冻，晦气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没有粮，没有火炭，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，我们今晚全都要死在这里了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巡视集团新建的3号高陵吗？怎么突然到这冰天雪地来了？大前王朝，京城李家被陷害流放，原主受不了零下30度严寒，刚刚被活活冻死了。而现在的我，是21世代白手起家的重工集团老板，资深工科男，开局流放，家产全无，30张嘴等着吃饭，随时可能冻死饿死。樊少爷，你醒了，可是咱们没救了，差役抢走了最后的粮，这雪地里寸草不生，老奴没用，护不住李家的根啊！哭什么？都给我闭嘴！不就是零下30度吗？不就是没饭吃吗？天塌下来了吗？一个个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只要老子还在，李家就死绝不了！露天浅层煤矿，而且是杂质极少的优质无烟煤。我操！老天爷待我不薄啊！前世为了拿个采矿权，老子要盖几百个章，喝出胃出血。现在呢，这么大一座储量惊人的露天煤矿，居然就摆在我面前。少爷疯了，他被冻疯了，他在笑什么呀？少爷，你快把那东西扔了，那是毒石啊，万万碰不得。毒石，在大前人人认知中，这叫毒石或黑障石。古人不懂洗选煤炭和通风充分燃烧，一氧化碳中毒就以为是被地府诅咒。老福，那是你们人啊，不是你们不懂科学。毒石这滩是黑色的黄金，是工业革命的血液，有了它，别说零下30度，老子能在这鬼门关里给你们造个热带雨林出来！都别写那劳什子遗书了，所有人，不管是80岁的老头还是8岁的小孩，只要还能喘气的，全部给我站起来抄家伙！没有铁锹就用手挖，用石头砸，半个时辰内，我要看到500斤的堆在卫所大厅里。今天，本少爷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做集中供暖！少爷，真的会死人的！以前京城里也有穷苦人家冬天捡着毒石回去烧，第二天一家5口全死在炕上了，浑身发紫啊！死人是因为他们没文化，不懂得什么叫脱斗脱毒与充分燃烧。李福，少废话，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，砸！所有人，把这些毒石全部给我砸成粉末。二叔，你去墙角把那些冻硬的黄泥挖出来，用血水化开。三婶儿，去折点枯树枝来。樊少爷，煤粉砸好了，蒿泥也和好了，接下来呢？煤粉和荒泥
按照7:3的比例给我掺在一起，揉匀了，然后把它捏成一个个圆柱形的面团。看好了，这玩意儿在我的家乡叫蜂窝煤，加了黄泥，能减缓燃烧速度，增加粘合度。戳了这些孔，能让空气也就是阳气充分流通，保证它彻底燃烧。只要烧透了，哪来的毒气？蜂窝煤，这满身是眼的煤球就能不死人？别愣着，赶紧搓 ！KPI 完不成，今晚咱们都得冻成冰棍。南丁，跟我过来，咱们搞点大工程。把地上的青石板全给我掀了，往下挖半尺，沿着墙根挖出一条 S 型的沟渠。少爷，您这是要提前给咱们挖坟坑啊？这大冷天的，把地刨开了，晚上连个睡的地方都没了。最后通向墙外那个废弃的烟囱口，挖你的坑，闭上嘴干活，这叫烟道。老子今天让你们开开眼，见识一下什么叫北方集中物理地暖。太冷了，范少爷，我娘快不行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老夫，引火！着了，真的着了，而且火好大，比烧木柴的火还要旺10倍。这算什么？好戏在后头。热了，地居然热了，我的手有知觉了。我冷了，一点风都感觉不到了。天哪，这屋里现在简直跟阳春3月一样暖和。少爷，您到底用了什么仙法，把毒气变成宝贝，还让这冰冷的地里冒出热气？你是火神转世啊！愿为少爷效死，愿为少爷效死！别拜了，都给我省点力气。记住了，这不叫仙法，这叫科学，这叫工业化改造。只要你们乖乖跟着本老板干，我保证以后不仅有暖气吹，还有大口吃不完的肉。队长，前面那个废弃的汉人营营里冒烟了，肯定是有逃难的汉人躲在里面。这么冷的天，居能升起这么大的火，里面肯定有肥羊有物。兄弟们，把刀快点，咱们不仅能吃顿烤肉，还能扒几件汉人的棉衣穿穿。跟我摸过去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什么声音？少爷，外面有狼！不是狼，是披着熊皮的蛮子，10个，全都拿着半人长的大骨刀。少爷，是雪狼部落的油漆师台，这帮畜生最喜欢在冬天打草谷，落到他们手里，生不如死啊！刚逃过冻死，又要被蛮子砍死吗？咱们老弱病残一大堆，连个趁手的兵器都没有，拿什么跟这些茹毛饮血的蛮子拼呢？少爷，您有仙法在身，您是我们李家的希望。一会儿门破了，我们几个用命拖住他们，您快从后墙的破洞跑！跑，老子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。再说了，我正愁这煤矿产量提不上去，这不，免费的劳动力就自己送上门了。劳动力，都给我闭嘴！想活命的，按我说的做。老夫，带几个手脚麻利的，立刻把炉土底部那些烧得滚烫的煤渣和细灰全给我在木板上。二叔，去把刚才化开的那些血水端过来，一滴都别洒。所有人退到火炕两侧的承重柱后面，找块破布把口壁给我捂严实了。哈哈哈！汉人羊羔们，别躲了！大爷闻到你们屋里这股热气了，乖乖把门打开，大爷心情好，还能给你们个痛快。少爷，灰掏出来了，水也端好了，门快破了。很好，一会儿门被踹开的瞬间，听我口令。二叔，你把整盆水直接泼进烧红的炉组里。老夫，带人把滚烫煤灰对着大门给我狠狠地扬出去，听懂了吗？少爷，您是想用灰迷他们的眼睛，可是这灰重根本扬不远啊！谁说我要靠你们那点力气扬灰了？我今天要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物理课，什么叫高温蒸汽爆炸？你们的八都爷爷来！就是现在，泼水扬灰！
眼睛了，我看不见！退让，快退！这汉人的妖法，一盆水一把灰就把10个蛮子给废了，少爷真的是神仙下凡啊！打草谷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老子的厂区也是你们能随便进的。别废话了，趁他们病要他们命，不，别弄死，全部拿绳子捆起来。这可是咱们矿上的第一批金牌员工。卑鄙的汉人，有种放开我单挑！等我们大汗到了，定把你们踏成肉泥！单挑？你也配跟本资本家讲单挑？至于你们大汗来不来，那是明天的事。今天，你们的命运只有一条。老夫，看这凶迹，这10个人抵得上咱们全家30个人的力气。从明天起，成立第1采矿大队。这10个蛮子就是突击手，每天12个时辰，给我安排3班倒，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。挖不出5000斤煤，连口血水都不给。咱们李家重振雄风，就看这匹牛马了。卑鄙的汉人！7分数。火候刚好。各位早上好，本人李凡，北京矿业集团创始人兼 CEO。经过昨晚的综合面试，你们正式成为北京矿业集团第一批采矿实习习生。行为警告一次，每人每天挖煤500斤，完成的发窝头热水，超额的加咸菜。完不成的扔雪坑冻1宿，直到冻成冰雕指路。前方资本家领地，擅入者加班。我是雪狼部落百夫长，宁可冻死，绝不给你们当狗！你杀了我！有骨气，请这位同志去3尺深的雪坑冷静冷静，别忘了每隔半个时辰浇冰水。咱们公司也写讲人性，识时务的有肉吃。按草原规矩。我赢了，你们就该听我的。我干！欢迎加入北京矿业，这不住卖命，这叫福报。多少人想来还没机会呢。干活能热栓，这比冻在雪坑里强10000倍。少爷，拔肚在雪坑声音小了，要捞上来吗？不急，饿不死就有骨气，饿3天试试。不过接下来得想办法搞点高附加值的东西换粮了。嘿，我今天挖了600斤，比昨天多100斤，老子700！今天那块咸菜是我的。想通了没有？你们汉人都这么阴，这叫管理艺术。我干！欢迎回归，拔多组长。明天产量翻倍，给你加个鹿肉干。明天都给我卖命挖！少爷，粮食没了。明天40多张口，和西北风都不够分。纯度极高的天然石英砂，再加上碱花子灰。老夫，明天带人去挖沙子，把枯草全烧成灰。沙子、烧草，少爷，这能吃吗？不能吃。但它能换回的粮，够咱们吃到天荒地老。在这个时代，这就是神物，成本几乎为0，利用率10000倍起步。
了。琉璃，沙子烧出了琉璃。这才第一炉试验品，等摸熟了工艺，做窗户，做镜子，一片指甲盖大小的，够你们全家吃1年。李福，把昨天泡的碱水端过来。油脂加碱，造化反应。少爷，您这是把猪油变成了皂角，比宫里贡品皂角还好使10倍的皂角。叫肥皂，生产成本1坨猪油加1桶草灰水，在京城里这东西能卖到什么价？你自己掂量。少爷，是张大人的旗号，幽州军需官张开泰，就是抢走咱们口粮的那狗官，他带了50多个全副武装的边军。这是琉璃。李凡，流放犯私造舰，添加贡品琉璃宝器，意图行贿谋反，按大钱律当诛满门。来人！张大人，这是皇上发落的流放，不是死罪，进无权。这荒郊野岭，谁知道你们是怎么死的？死人不会说话，全杀了，东西装车。张大人，你确定要在我的厂区里动刀？谁敢动我们老板？谁动老板，老子砸乱谁的脑壳！干他的！挡住！给我挡住！你们是大钱的兵，怕什么？饶命！公子饶命！嘿嘿嘿，老板，人给你了，今天算加班不？算，晚上每人多半个窝头。李公子饶命！下官有眼不识泰山。张大人，你想怎么死？下官愿效犬马之劳，只求公子饶下官一条贱命。别哭了，有失体面，起来说话。你这种人，活着比死了有用。这2样东西去江南、京城卖，利润你留1成，9成折粮食和铁运回来。下官一定办妥，公子放心。不过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不太信人。这叫3尸脑神丹，北京蛮族秘方，没解药便会肠穿肚烂，死状极惨。解药只有我能配。张大人，吃药和吃镐头，自己选一个。欢迎加入北境矿业集团，张总监。记住了，粮食和窗贴少1两，你就少活1天。少爷，那药丸真是毒药。每回加黄泥，吃100颗都死不了人。他信了，那就是真的。少爷，姓张的会不会拿着东西跑了？南边好多马车，是运粮的车队。下官不辱使命，5000斤杂粮，免役60件，粗盐300斤，1两不差。琉璃3000两一片，肥皂供不应求，内宅妇人们疯了。通知全体员工，今晚开饭。这里以后叫北境重工集团总部。各位都是我的员工，跟着我干，吃肉穿棉。
万岁！少爷万岁！老板万岁！公子，下官有一事不敢不报。说，下官听逃难猎户说，突厥王集结了至少500精锐白狼卫铁骑。公子，最多半个月，那帮马子就会杀过来。36骑走为上路啊！趁有马车，快带着细软往南跑。跑？张总监，你搞错了一件事。这1200斤废铁是我点名要的，500铁骑要来。好啊，老子的高炉还没点火，正愁没有实战测试的机会。等那帮骑马的来了，老子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工业碾压冷兵器。500骑兵，咱们连50把刀都凑不出来。跑吧，趁现在还有马车。往哪儿跑？南北幽州张大人的兵才50个，挡得住500白狼卫。生铁居多，含碳量高，脆，有少量熟铁，杂质多，软。但如果能重新熔炼，去碳锻打，那就是钢。李福，张开泰带的人里有个叫周铁锤的老铁匠吧？在后院柴房里待着呢。带过来。少爷，这是炼铁炉？高炉。这太大了，3米深，炉腔底火烧不透，铁化不成水，最后只能烧出一坨碎渣。温度上不去，是因为风量不够。如果我给你10个人同时采呢？这能行？从现在起，全员停止采矿作业，所有人力、物资全部投入一件事：建高炉。少爷，蛮子3天后就到，咱不该准备跑路吗？跑到哪儿去？跑不掉，那就打！要打就得有兵器。要把这堆破烂化成铁水，重新铸。老板，干什么？说。蛮族负责重火，李家人砌墙，傅若去挖粘土，周铁锤盯着炉形，现在就动。老板，那是500白护卫，你那个炉子真能造出打得过他们的东西？你们草原铁匠端一把刀要多久？3天。我要100把，3天之内给我把踏板踩烂了。装料，上人。踩，加速，用力踩！要是工厂没了，咱们又要回去啃冻马粪了。1000度以上了，还在升。化了，全化了！少爷，这炉子是天上的神将造的吗？周铁锤，起来干活，把铁水舀进那口浅底石槽里，摊薄了。是，搅铁水。对，搅得越多，脱碳越快，这叫炒钢。什么时候铁水变稠，颜色发暗了，就是含碳量降到位了。张总监，把你腰上的佩刀解下来。这是幽州武库出的金刚腰刀。解下来，看好了。我这把硬度是它的2倍，切它跟切麻枝一样。来了，白狼卫来了！里面的汉人听着，本汗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交出拔都和他的人，再把所有粮食物资搬出来。本汗心情好，留你们全尸。拔都，你竟给汉人当奴才！你身上穿的什么东西？大汗，时代变了，老子现在是有5险1金的正规员工，全军冲锋，把这些叛徒和汉人全部踏成肉泥！拔都，退回来！在工业化防御体制面前，
骑兵冲锋就是送人头，你们那套勇者为王的烂活，该淘汰了。全军下马，布阵，绕过那些铁丝，给我堆人命也把那破房子拆了！他们绕过来了，旁边没有陷阱。点火，所有瓶子全部点着，等他们进30步，扔。妖火是妖火，汉人会妖法。莫洛托克鸡尾条，1939年苏芬战争的经典配方，对付步兵集群效果拔力。成本嘛，几瓶破酒加一坨猪皮，连工业废料都算不上。该死，给我拿命来！阿杜，跪下！大汗，我现在的膝盖值钱了，跪一次扣半天工资，跪不起。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是谁给了你百夫长的位子？是你给了我一个百夫长的位子，然后让我带10个人零下30度没有补剑来这鬼地方送死探路，探完了活着回去，赏一根骨头，死了你连名字都不会记。我老板呢？我给他挖煤，他给我棉衣穿；我给他卖命，他给我肉吃。做多少活发多少钱，明白？不用跪，不用舔，干就完了。大汗，时代真的变了，以后草原上的规矩得改，不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，是谁给得起工资谁说了算。大姐呀，公子神武一时破500，这可是灭国之功啊！下官建议把这些蛮子的人头全砍了，装车送去京城，朝廷必有重赏，封侯拜将都是轻的。你他这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你看那些人，一个个身高1.85米以上，正当壮年，这是300个精壮劳动力，300个，你给我砍了换几张破赏状？可这是蛮子，蛮子不能挖煤，不能炼铁，他们一个人能干3个汉人的活，你算算一天就是24万斤，这是多少钱？还有，他们血狼不忍后方，还有几千个女人和半大孩子，那是纺织工，是后勤工，是下一代产业工人。你砍的是我的下沉市场用户，是我的人口红利，败家子！汉人，你赢了，杀了我，给我个痛快！杀你？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知道你多值多少钱吗？传我的令，所有俘虏用绳子串起来，10人一组，明天天亮之前全部编入采矿2大队、3大队和冶炼车间，每人发1把镐头。不，等等，先别发，明天体检分组之后再说。壮的去矿坑，瘦的去高炉添煤，受伤的去后勤搓蜂窝煤，一个都别浪费。看，汉人，别费心思了，要杀就杀。我秃教王这辈子没给任何人低过头。不急，我给你讲条款。第1条，雪狼部落全部并入北境重工。从今以后，不叫部落，叫子公司。第2条，所有壮劳力按体能分配工种，采矿、冶炼，每人每天工作10个时辰，管餐、发棉衣，按月发肉，超额完成指标的年底分红。第3条，你秃鹰王担任采矿你原来的人，替我出产量，干得好，5年后持股分财，给你在羞辱我！不是羞辱，是给你台阶下。你不签也行，我跟你说一说不签的后果。第1，你的300精锐现在归我了，跟着你啃冻肉，跟着我吃热饭，你觉得他们还会回去？第2，你后方的营地里还有多少人？
2000、3000。冬天刚开始，你带走了500精锐南下，剩下的全是老人、女人、孩子。第一场暴风雪就能冻死一半。第三，把都现在是我的人，他熟悉你营地的位置、防御人数，我只要给他100人，带着钢刀过去。你觉得那些老弱妇孺能撑多久？你敢动我的族人？我当然不想动，动了就是损耗劳动力，不划算。但你要是不签，我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，把你吊在营地门口示众，男的拉来挖矿，女的去纺织厂，孩子送进学堂学汉化。3年之后，雪狼部落世上就再没人记得了。李凡说了，月产量第一的奖整条腊肉。真的假的？一整条？李凡说话什么时候放过空？干就完了。我的人真的炖有肉。完成产量的保证，完不成的窝头管饱，肉看表现。如果我签了，我的族人不会被当奴隶。员工不是奴隶，区别在于奴隶干活没回报，员工干活有薪酬。你的人只要干活就有吃有穿有住，谁也不能随便打杀他们，包括我。解开绳子，我按手印。南面来人，官兵旗号，大队人马。圣旨，是京城来的圣旨，还有张大人也跟着回来了。让把都把保安队集合了，列在厂区大门2侧，全副武装，刀出鞘。少爷，接圣旨要跪。我知道，但得让他们先看，跪着的人值多少钱。这是幽州鬼门关。王大人，下官说了您不信吧？眼见为实，眼见为实。大人，这里是流放地还是兵工厂？传旨的王大人，本官奉旨巡查。旨意带了。回去告诉皇上，人没死，不但没死，还活得挺好。境外，替我给京城那些王公贵族带句话，让他们洗干净脖子等着。这天下的银子，我李某儿全包了。1号机车从幽州到京城，2400里，用马跑要1个月，用蒸汽机3天。